Welcome 阿哲 Diary， 各位，今天呢是我们来韩国的第3天啦。那今天呢就真的是独旅哦，各位，为什么？因为 my partner 呢目前呢正在休息当中，然后呢我们要去一间韩国非常知名的bagel店，所以呢我今天就一个人呢前进。OK， 那我今天要去哪里玩呢？我今天主要会去景福宫跟那个北屋韩屋村那边。那这边呢会蛮古色古香的。然后啊，听说那间 bagel 店一大早7点半就一堆人在排队了。那我目前时间刚好7点半整，不知道排队人潮怎么样，等一下来去看一下。那今天早上有点独旅的感觉，也蛮舒服的，蛮 chill 的。就如果一个人的话，不知道会遇到什么问题，或者是可以有什么样的步调，也蛮有趣的，值得期待。OK，let's go！ 各位，你们看这个伦敦 bagel 的 museum 超夸张的，一堆人站在外面了，哇哦 ！OK， 太扯了。那各位，他现场呢是要扫 QR code 登记的方式来预约座位的。那这边呢就是我们全南韩超火红的 bagel 店啦，它呢被誉为最美的韩国 bagel 咖啡厅之一啊，当然最有名的就是它现在摆出来的 bagel， 每天现烤的 bagel 呢就非常好吃，尤其是这一款青葱乳酪 bagel 啊，咬下的瞬间乳香乳酪啊爆开来，葱香扑鼻，尤其呢还有它里面呢是采英式复古的风格去装潢的，里面非常好拍照啊。那推荐大家，如果一早来啊，你们还是内用比较好，其实内用也有位置呢。当然啊，他们这边也有卖他们自己独家的商品哦，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参考看看哦。各位，这样就买到我们的伦敦 Bagel Museum 了。好，可惜我没有选到内用，有点后悔啊，不然里面位置感觉蛮多的哈。各位，这是我刚才买的 Bacon Cheese Bagel， I would like to eat。它的培根很香哎 ，nice， 蛮好吃的。然后呢，面包呢，我觉得软硬适中，带有嚼劲。加上一点起司香，太满足了，各位。OK， 推一个。那各位，这个咸香乳酪青葱的bagel啊，如果喜欢葱加乳酪味道的朋友，一定会超爱。那我个人觉得呢，我比较喜欢刚刚的培根啦。各位好舒服哦，在这个时间点走在这边。各位，你看这个北屋韩屋村这边啊，它是韩国首尔啊著名的传统建筑啊，然后呢是这边传统的住宅区。各位，你们看，这个是整个韩屋村里面的屋顶，一层一层的，超美的吧？哇！各位，这种韩屋村就是超可爱的，北屋韩屋村这一种，哇哦！那北村呢，它是朝鲜时代啊两班贵族的居住地方啊，是首尔啊极具代表性的传统住宅区啊。目前呢，有许多的文化史迹啊，皆位于此地，也被称为市中心的街头博物馆呢。古色古香的小道，好像日本京都的那种感觉，我好喜欢哦。OK， 这个超像那个大邱的那个星巴克，然后呢，我觉得这边更完整，不止一间，然后超级多户，而且微风吹过，很凉啊这边。不过我不知道这边是不是每一个都是住宅。你们看，这很像一个迷宫。随便走一走，可能都会迷路的那一种。我觉得今早真的有独旅的 feel 啊，各位，你们看，踏进北村韩屋村里面，带着新买的 bagel 来去找我们的位置吃饭，哇，轻松惬意啊！各位，我们那个北村韩屋村啊，它是这里韩国首尔啊传统的那种旧式的建筑住宅这边，然后所以这边有很多那个历史文物古迹啊，就会出现在我们这个北屋的韩屋村这里，很值得来这边探究一下这里的历史文化，各位。然后要跟大家讲一下，北村韩屋村这边啊，有一些区域啊是有限制时间的，怕打扰到里面的住民，所以啊，它其实啊要10点以后才能进去拍摄，然后呢，一路到下午的5点，但是大家要注意一下，来这边玩的朋友们。各位，我跟你说，我今天特别有一种觉得超爆我自己的感觉，哇！
短短一个早上呢，我已经走了大概快1500步了，15000步，说错了，哇，不可思议啊！那我现在呢，想要去早上没有去到的韩屋，那个韩屋村，还有我们的三清洞看看。各位，我现在要来去三清洞的路上啦。哎，这个有异国的那种路上的感觉，这种气氛又很不错。各位就跟着我随便乱走啦。我是看到一个三清路的小巷往上走，他们说上面会有北村八景，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好了，走走看。哇，各位，这一条真的太漂亮了，两侧都超美。OK， 各位，我们现在来到的是白旗剧的故居啦。那它是免费参观，从早上9点开始。OK， 然后这边呢原本应该可能以前要售票，但是目前是免费参观的。那我们就来去楼上看看啦。OK， 各位，我已经进来白记旗的家居了。白旗记的家居这边，那它是这边呢韩屋村里面保存最完善的一个韩屋样子。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参观韩屋里面的样子的话，我蛮推荐可以来这个韩屋村这边看看的。你看，它可以入内参观里面的样貌哦。OK， 屋村里面一个样貌，这里面有那个客厅跟书房他们以前的样子。大家可以看一下外面庭院的一个地方，园区不大，小小一区，但是呢，就是可以参观一下这边附近的一个韩屋村内部样貌。因为这个就是那天导游有说的，是酿很多泡菜的地方啦。各位，这边好像有些人会住宿在这嘛，有些地区是无法进入的。这里是别堂间，这个是呢主人休息的地方，也是整个呢那个白旗记的屋中最高的地方，可以从这边看整个韩屋村的样貌。有一个首尔教育博物馆，好可爱哦。去景福宫的那个路上，我们会经过这个博物馆，可以看一下。里面是说不可以拍照，那我们拍外面就好。红色的砖景，一个涂鸦，记录一下一个涂鸦展览，很像，蛮好拍照的耶。前方还有一个涂鸦货柜，看一下。一个小小的展览，不过不好意思，我可能不太知道展览的人物是谁，所以如果网友知道的话，也可以再帮我回应一下，谢谢。我刚才查了一下，他这边的那个涂鸦，他是说为了纪念解放的80周年，所以呢，他的这次展览就利用涂鸦跟街头的艺术，然后呢，就是用绘画的方式重塑历史啊！哇哦呀，各位，这就是我们的国立民俗博物馆呀，那边上面有写哦。OK， 这个是免费参观的，所以各位来景福宫的时候，记得进来这边走走看看啊。这边还有分2条路径，一条是去景福宫里面的，这个是需要购票；另外一个是去博物馆，这边是它的售票处。但是因为今天是最后1个月的最后1个礼拜三，所以今天不收票，运气超好，赚到可以直接进去景福宫里面的门票。但今天运气真的很好呀 ，OK， 直接进去就可以了。哇，各位，景福宫里面才是太大了，眼花缭乱，迷路了。现在呢有点走马看花，不知道该去的店在哪里，先直接到中心点的位置看看好了。好，看有没有？哇，这边有康宁店、庆城店，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应该是延伸店。各位，这就是恩政殿。那恩政殿呢是国王跟内阁大臣处理朝政的地方每天早晨都会有会议在这边进行就是恩政殿这里所以这里只有铺一些地板，因为它是一个公开的场所，办公的场所。我们来看一下。各位，今天光化门这边前面的广场呢，好像有在进行什么仪式我们来看一下。
后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勤政门啦。勤政门通过之后呢，就会看到我们的勤政殿啦。那等一下呢，带大家来看下勤政殿的内部喽。各位，那在我们面前的不可思议啊，果然是最大最壮观的勤政殿啦，各位。那我们的勤政殿呢，是景福宫里面的正殿。那其实呢，里面有。这个正殿在过去啊，就是办一些重大仪式的时候，典礼啊，都会在勤政殿这边做举行哦。然后呢，它的这个勤政殿啊，想跟大家讲，它是始建于1394年的时候，就是在朝鲜太祖3年的时候所建立的。这其实呢，曾经有焚毁过啊，是后来呢又有重新重建，才是大家现在看到的样貌哦。Hello， 各位，我们来到的是最上面的勤政殿的位置啦，非常壮观，在它底下看上去，各位可以看一下。那我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石头。这个时候你们会看到景福宫呢，往勤政殿的方向有很多这个石头。这个石头呢，就是文官站的位置。你们可以看到上面有写圣三品、正三品、正二品、正一品。当时呢，按照官阶呢，这个文官们就会站在这边啦。然后呢，我们的勤政殿啊，这里面呢，是我们的国王，不是皇帝哦。我们在这边会称为王。那在韩国这边的朝鲜是为王，那王办公的地方宫殿。那这里面呢，就是国王当时办公的场景啦。非常难得有机会呢，可以一览里面的样貌啊！嘿，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会发现进来景福宫里面啊，这里面的地面啊不平的、凹凸的、凹凸凸的，为什么呢？刚刚导游有说啊，这是因为要排水，它这样就下雨的时候就可以顺着这个流到外面去。勤政殿旁边呢有一些石刻，他们说这个石刻呢是韩国首尔的一个吉祥物，它其实是象征的保佑着韩国的那个风调雨顺，然后平安的。OK， 导游说它其实有分第1层跟第2层，然后有的生物就是那个动物啊是不一样的。第1层呢是我们的12生肖，那第2层呢就是我们的青龙啊、白虎、玄武跟朱雀这样哦。各位，在我们的勤政殿上面呢，会有一个类似像唐三藏跟孙悟空他们呢，一起呢在这个屋顶上面。各位走进这个景福宫，跟刚刚早上的那个北村韩屋馆啊，让我特别那种感觉，就是真的是走进了一个历史古城，然后活生生的这块土地就是一个历史，这些建筑就是这边的文物，你直接身临其境，感受当时的一个历史环境，真的还蛮不错的，哇哦！不过我要跟大家说真的，这边很大，然后呢太阳也很大。如果你们是夏天来的话，你们一定要带好水分，然后穿一双好走的鞋，不然的话超累。而且呢，水分很重要，不然会中暑啊！真的非常非常的大，尤其是如果你们还穿着韩服的话，应该会更热，更不好排汗。好，各位，现场呢就是有这些穿和服的人。然后呢，他们会另聘一些摄影师，所以来这边玩的人也可以做这个决定，然后他就帮你拍美美的照，找一些人比较少的景点。我们现在的位置啊，那各位可以看到韩服团们，各位男生的穿着也很帅，配刀哎，哇 ！OK， 各位，我们运气很好，刚好这个礼拜3不用收费，进来免费看景福宫之后呢，我们来去看民俗文化博物馆啦。来，话不多说，好像也是免费的哦，赚到了 ，Go！ 嘿，国立民俗博物馆啦，你们会看到一个很像阁楼的建筑，看到这一栋就会往里到喽。各位，这边你会看到12生肖的这个石雕，在这边入口的地方。OK， 我在这里，老鼠 ，Great。我们的这个国立民俗博物馆啊，它是一个以韩国人的中心文化为中心，开展对世界啊文化的研究、展示跟教育保存的一个地方啊。里面呢会有很多这些展示用品，我们来找找入口。各位，这边显示的是韩国过去传统的生活样子。在过去时代没有冰箱的时候，就要用这些甕底，就是瓮器，来保存一些发酵的食物食品。
韩国以前的农业社会。各位，第2区的展览比较像是以春夏秋冬为主题，要看一下每个季节会出现的一些文物。过去冬天熬煮的果子，一路到现在比较现在一点的保温瓶啊、电子锅。各位，这是韩国人的衣服，他们是用产剪棉花做的，然后无论身份的高低啊，都是穿着这种白色的韩服在这其中。哦呀，这是韩国的服饰，真的还蛮有特色，蛮漂亮的。各位，这些衣服就是传统跟现代的结合，它结合了时尚设计之类，帮忙设计韩国的传统韩服，变成一个非常漂亮的样子。这是端午，那端午这边有扇子，是因为他们说他们会互相赠送这个伞。各位，这是他们夏天的一个打扮，那个可能是竹枕，用竹子做成的枕头，会比较凉爽。这是夏天韩国过去的样貌。各位，这就是过去韩国人结婚的样貌。哇，会准备桌上的这些礼品，然后新郎跟新娘。那走出韩国民宿文化村之后啊，我非常推荐大家呢，一定要来寻找在它一旁的这个旧时代的韩国街景，超可爱。它每一栋房子啊，都还原当时啊旧时候的商店感。各位，太可爱了吧！韩国以前的那种眷村房子，哇哦！你看，各位好像有那种袖珍屋的感觉哦，好可爱哦，超棒的地方，在民俗博物馆这里面，值得推荐。喜欢这种古物、古建筑的朋友，一定会爱这个空间，赞！你看这个超可爱的，这很像晚上留下来，然后在韩国小吃摊吃鱼板的那个场景。他们以前的小学。那在结束了一整天的旅程后啊，一定要来他们旁边的土俗村喝一碗人参鸡汤，完整的一只鸡啊，里面包着人参跟饭，哇，好好的享受一下这个味蕾。那这个呢，就是我们整趟啊来韩国的这一天首尔市中心欣赏他们历史文化古迹的行程啦。那喜欢我的影片，各位欢迎继续分享跟订阅哦。各位，我们下期见，拜拜。